美国沉沦通胀危机，看不清现实，施压荷兰禁止其对华出口高端光刻机，损人不利己。如此所作所为，还想借助中国力量合作度过危机，真当我们是软柿子，简直痴人说梦。就美国沉沦于近10几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危机困局至今，放出或放宽对华关税，预计取消部分对华加征关税等烟雾弹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拜登政府遭受内部党派分歧争斗以及外部民众舆论压力双重打击，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仍旧死撑反华道路，迟迟没有正式下定决心颁布相关措施。此番更是不顾盟友死活，直接施压荷兰，要求全面停止其对华出口高端光刻机的贸易往来，目的再明显不过，不顾一切，不择手段，也要遏制住中国在芯片生产方面的发展。然而，荷兰与中国近些年在经济贸易领域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对于荷兰自身而言，在现如今经济局势如此动荡的情况下，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才是正道。此番美国制裁俄罗斯不成，经济方面又需倚仗中国助力度过危机。如此看来，两枚眼中钉都未能成功打压，反而还得迫于现实与中国合作，期盼从中获利，缓和通货膨胀。这明显与美国多年以来和中国呈对抗形势的意识不符。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向来是唯我独尊，摆不清自己位置的，能做出这样又当又立的事，倒也不算意料之外。据彭博社报道，目前荷兰政府尚未同意向华出口 DUV 光刻机施加任何额外限制，因为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一旦妥协将直接损害中荷贸易关系，收入可能会锐减5%到10%，牵扯到自身利益，谁又会和钱过不去呢？美国如此霸道举动不利于中国的同时，自身也并未切实获利，压根无异于美方脱困通胀危机，反而损人不利己。对于荷兰而言，更是害人害己。所以说，美国的目标压根就不是中国，反而是存心想要痛击我方盟友，抱着我不好大家也别想好的搞事心态，想赚中国的钱也不耽误美国访华，推自家盟友上场硬刚，就是碎兵不血刃的一步棋。说到底，真正损害的是荷兰，也不是美国的利益。综上所述，我们其实不难窥见美国现如今的状态。一方面，身为高举反华大旗的老大，不可能轻易就关税问题松口，要是就如此欢欢喜喜与中国达成合作，岂不是直接向众小弟宣布反华联盟瓦解崩塌吗？何况拜登政府内部党派斗争激烈，分歧严重，这也是为何屡屡放出消息却迟迟不给结论的原因。当然了，中方也不是软柿子，即便美方持续向荷兰施压，妄图拿捏中国，不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要打压中方芯片生产方面的发展。就我国目前的经济贸易整体局势而言，没有荷兰还有其他国家算不上什么致命打击。毕竟早几十年我国就处在更加严峻剥削打压之中，仍旧凭借自身实力自主研发做到现如今这个位置上。希望美国别再翻以前的老黄历小觑中国，真正需要看清现实，吃进退的是美方自身。